好，现在中美感觉好像才布林肯访问完，然后出现了一些和缓的讯号，是不是一切又被拜登给搞砸了呢？因为呢，他就是好像又嘴飘啊，又在那边讲说啊，习近平是独裁者啊，然后呢说这个习近平对气球，这之前气球事件不知道气球在哪里啊，这对独裁者来说没有掌握状况是非常难堪的。明明这个布林肯才努力了好久，终于可以去中国大陆访问了，就拜登这一句话。哇，这个又归零了嘛？你看看啊，这毛宁出来讲，他说美方的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侵犯中方的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挑衅，甚至连中国大陆都有一些声音说，早知道不要让布林肯来了，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不满的声浪出现所以你看，连这个克里姆林宫都在讲说，美国政策都是自相矛盾啊。那《华尔街日报》也看到这个消息啊，他说这个中美关系看似回暖一个字可能不足以毁掉全局啊，但是却不利于拜登修补跟习近平的关系。习近平可能是符合你拜登所谓的什么独裁者这种定义但是这个词非同小可啊，这个历届的美国总统都很少这样子来形容的呀，他们也是希望能够维持外交。可是你拜登总是管不住嘴吗？这2020年的时候竞选，那时候就讲习近平是恶棍那1992年的时候也批评老布希要讨好天安门事件的北京屠夫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然后呢总是让你们这个外交上面的努力全部都被你一句话可能就要归零了。这是让这个美国自己恐怕都觉得真是受不了拜登那再来，这布林肯就等于白忙了嘛？你看看这个香港的媒体讲说，中美关系可能布林肯到访是一个退烧药，但是这个效期不会超过6个月，看起来都要乐观了一点搞不好都不到6个月有没有这个6天啊？还没到6天呢。这个中美未来领导人这个布林肯讲说会在数个月之内见面，但是现在恐怕又升添了变数那你看凯瑞很急啊，这个国会山报的报道讲说，这个特使凯瑞很希望赶紧去到中国大陆美国的各界同样也是在讲说中美关系这个合作特别是重要惠及全球这世界上最强大的2个国家之间没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就没有办法拥有一个正常运转的世界。那我们看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美大司的司长杨涛，他讲说，敦促美方不要用西方传统大国走过的痕迹来误判中国。那其实在布林肯访华之后的隔天你看美舰马上又有这个特拉顿号又行驶穿越过了这个台湾海峡。那美国现在盟友们也很着急看到布林肯去到中国大陆，韩国的媒体都急了，讲说应该要赶紧修复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因为这个拜登称自己是说服了这个岸田来增加防务费，然后也让这个日本的媒体在讲说，天哪，他是把我们当成这个从属国吗？所以你看看这个日本也好，韩国也好，这些盟友们渐渐也觉得说，你美国到底在做什么？我们跟着你走，会不会这个真的撞车了呀？那再来还有这个现在目前大家全球都在关注的这个泰坦号潜水艇要探索铁达尼号，可是呢已经失联好几天了，现在看起来这个潜艇的氧气快要耗尽了，即将在今天晚间7点钟就要耗尽了。那所以现在目前上头的5个人生死未卜，可是他们潜的有多深呢？据传大概呢相当于7.5座台北101的高度所以足以见得这个救援任务有多么的困难。而且人家讲说这个任务被形容为是自杀般的任务一个差点毕业的学长怎么讲？他说你必须神经很大条，而且不能有幽闭的恐惧症你要在那个小小的这个潜水舰中在里面盘坐10个小时，而且没有厕所，必须得要穿成人纸尿裤那水底下也没有 GPS 所以你得要靠这个外头的人帮你打开这个门就逃生无门，你必须得要从外头帮你打开。而且还有这个 CNN 的也报道，就说这样的一个潜水舰竟然是改良这个$50的电玩遥控器来操作的，让大家觉得很傻眼。电玩遥控器，然后这样子冒着生命危险潜得那么深吗？所以你看看他们现在在这个区域有人在讲说是不是应该要找俄罗斯的海军协同寻找，可是美方是不是这个脸拉不下来？拜登没有办法拉下脸来去跟俄罗斯讲话所以眼看着这个时间就快要到了，但是美国现在这个看起来搜救的状况还是不太乐观。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对，拜登现在大家外界常常觉得他的心智有问题，要不然就是说他常常这个讲话
讲话就是让人家摸不着头脑，到底为什么这样讲话？那到底他心智有问题呢，还是他根本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喜怒无常，或者说是阴晴不定的一个人啊？现在我觉得两者可能都有，或者其中之一啦。那我记得这个布林肯在中国大陆访问完了以后，在他的记者会里面啊，他亲自说非常感谢中方对他的盛情接待。他说他要感谢这个 host country's hospitality。那讲得很清楚啊，那你会觉得他也说我来就是要稳定美中关系的，认为美中是两大国，有一个稳定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做了很多努力。然后呢，在美国的时候，那个记者问拜登说：“哎，你觉得这个布林肯在中国大陆这个行做得怎么样？”他说：“很好，我们现在正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你们不应该问说他有没有什么贡献，你应该问说他贡献了多少，对不对？所以感觉上就是说，好像刚刚美中关系才刚刚开始回到正轨，然后呢有改善的迹象。结果就突然冒出拜登说，习近平是什么？是独裁者。你要知道，这个就美国的这些媒体都讲说，你去形容一个别的国家，用这种字眼来形容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你不但对这个国家的领导所谓的这个领导不礼貌，你是对这个国家的一个羞辱啊！因为这个领导人就代表这个国家。那在国际上外交上很少看到一个国家领袖用这样子非常非常的重的形容词来形容别人，而且是既对别人的领导人做个人身攻击，这是一个修养不够修炼不够的人，尤其像美国总统才会做出这种事，在国际间很少见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入流的国家才可能有这样的领导人口出恶言。去攻击另外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而且在气氛刚刚要转变的时候，而且这个就变成你就会觉得大家都很突兀，他是不是真的就是那样子喜怒无常、阴晴不定，还是他根本控制不住他自己的嘴巴？不论如何的话，都是不应该有的表现，这只会羞辱，让人家觉得他这个个人的修为很差，然后呢也会想到说他的国家水准很差。他没有办法侮辱到别人，他这种行为只会为他自己跟他自己所代表的国家蒙羞。所以我们也真的替美国这个国家捏一把冷汗。为什么美国现在一直都有这么多的问题？原来问题都出在他的上层的领导人。像这样的这个修为很差、修养很差，这个不懂得礼节，然后呢不知轻重的在做美国的总统。你想想看，别的国家还其次，美国是首当其冲。这也是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美国今天这样子快速的这个走下坡，所有问题都好像要爆出来一样。我想拜登就是好奇问一句以外交官的角度，或者是以这个布林肯的角度，面对到这样子拜登的讲法，是不是等于说，外交人员的努力可能全部要打回重来了？全部打回重来了，因为中国大陆非常非常的震怒。你不要说换任何国家都无法接受不是中国大陆会这样，你今天换任何国家，你拜登这样批评别人国家的元首，那个对这个国家是一个侮辱。所以这个拜登是那种一言足以上邦的人，他上的是美国自己的邦。好，赖老师，我对拜登的这个做法，我倒认为，因为我昨天我就认为他是老翻颠因为以前台湾有个老翻颠。美国也有个老翻颠，不过这两位老翻颠也都有他的谋略，也有他的盘算我个人的估计，拜登在下一盘险棋因为我们看到拜登之后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是美国官方的对外的一个认知作战的一个宣传口，一个机器。他马上就把拜登的讲话跟毛宁的讲话把它放在一起，做成为一个视频的短片，而且是用强力的推送在 YouTube，在强力推送，就生怕人不知，生怕大陆人不知，所以他想方设法的推送拜登骂习近平是专制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
官方一直强制性的，所以你只要上 YouTube， 几乎都会看到美国之音从今天早上一早就开始推这个视频，那这个就是有意的，美国的官方有意在做这件事情，这是拜登所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他在国会山庄马上就宣布克里，去盖里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气候特使。那我为什么会说拜登是在下一盘险棋？第一个，他这样的一种直接的攻击、批评、侮辱、羞辱这个习近平，那他的目的一方面在国内部里面，他在压制这个共和党在前段时间对他的批评，因为共和党前段时间对他的批评说，布林肯去北京访问是一种下跪，一种跪地求饶，一种求和，然后一直批评，然后说回来以后要审判这个布林肯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共和党的这些主张，所以拜登就直接攻击批评习近平。我觉得在内部里面他在压制这个共和党对他的批评。那对大陆这边，我倒认为他有几个策略。第一个，他现在在测试中国大陆到底是美国有求于大陆，还是大陆有求于中国大陆？有求于美国。也就是说，他在测试大陆是不是外强中干。为什么？我已经对你的国家元首做这样的一个不礼貌的一种侮辱跟批评，如果克里还可以去北京，那这代表你是有求于我。所以我觉得大陆现在我觉得拜登在做这个测试。也就是说，因为克里也有宣布说他已经获得邀请，然后他要去北京，只是日期还未定。那也就是说，大陆这边有邀请克里来，但是没有给他一个日期。然后克里他现在在等待这个布林肯回到美国以后，他要先跟布林肯做商量，了解一下谈判的一个过程，然后让他有底线。接着，本来在双方的谈判中，不管是克里，还有叶伦，还有就是雷蒙多，都有可能相继的到中国大陆访问。而且呢，他们已经谈到说，11月份的时候的 APEC， 希望2位元首能够见面。那各位想想，如果说克里还是能够去北京访问，那这代表大陆的习近平被拜登公然这样羞辱之后，还让克里到了北京去，那这代表大陆有求于美国。那这样的话，就对于叶伦跟雷蒙多到北京去访问，就铺了一个更好的路，因为撤出大陆的底线。那这样的话，叶伦他的态度就可以强悍了，雷蒙多的态度也就更可以强悍。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真的是下了一个险棋。为什么？因为如果当克里去不了北京的时候，中美的关系，前段时间布林肯这种求爷爷告奶奶的方式，希望能够到北京去访问的所有的努力，一切功亏一篑。那9月份的这个G20两位领导人这个会谈的可能性已经不再存在，甚至连11月份的这个2位领导人的会谈也都可能不存在。所以我觉得拜登在下一个非常危险的棋。好，郑源哥。美国的选举文化注定美国的领导人言语言行都非常的轻浮，因为他不轻浮，没有办法迎合轻浮教育程度平均相对比较低的美国选民，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结局。所以拜登也好，川普也好，偶尔都有非相当轻浮的行为跟言辞。以前拜登说过沙特的王储说贱民，结果呢他不得不怎么样唾沫自干，跑去跟沙特的王储见面。那一幕的尴尬的情景，全世界都觉得美国总统有需要沦落到这种地步吗？因为他有求于沙特。那沙特后来也摆个很多面孔给他看。至于中国呢，更是泱泱大国的处理，他不会像这个拜登那么轻浮，也不会像拜登那么无聊但是你可以看几个动作。第一个，毛宁已经言辞的批判，不过这个言辞的反击是有节有度，并没有过分还是相当的一个礼貌。同时呢，毛宁讲完话了以后，在他们外交部的官方网站里面，这一段的对话录就把它删除了，也就是不留下记录，纯粹是口头批判。很清楚了，中国大陆把这个拜登的这个轻浮的话把它当作说
国家的问题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你拜登的轻浮的言辞，改天在拜登身上再找回来，应该不会影响到中美两国在里子跟面子上面的其他方面的运作，要不然的话，毛宁不会把那一段从这边删下拿掉的。所以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谁有求于谁哈，我同意这个赖教授的分析。但以目前来看呢，双方面都还处在一种相互对峙的一个局面里面哈。相互对峙的就是说要讨价还价。那现在到底讨价还价到什么程度哈？应该还是在较量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大国，就中美之间的大国角力啊。这个美国呢，现在是这个邀请了这个莫迪去到美国的访问嘛。那中国大陆的话是派出了李强去到了德国、法国来进行相关的访问，所以双方都是在好像扩张这样子的一个外交的这个版图跟这个接触面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李强现在去到了德国，抵达这个慕尼黑，这是他之前啦，他现在已经转到了法国了。那他说中德应该是合作而非对抗哦。那见到了这个巴州州长，那巴州州长在 Twitter 上面也是推文就说，欢迎他的来访，然后说对话交流比起任何时间都更加重要啊，要依靠合作而非对抗哦。那包含了像是 BMW、西门子都讲到说，坚持家在中国创这个共赢。他们去参观了，就是李强一行人去参观了这个宝马的世界展示中心哦，然后讲说希望宝马公司能够继续坚持家在中国的战略，做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同路人啊。现在有新的同路人了，叫做高质量发展同路人哦。所以他现在也运用了这个同路人这个词啊。再来，李强跟西门子哦也签了这个延续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也推动这个西门子接下来跟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对华合作这个方面。那再来看到他去了法国，抵达巴黎，要扩展双向的开放。打造更具韧性的产业供应链哦。那他其实是搭这个包机抵达的，进行这正式的访问。那其实呢，他就说希望把这个发展从蓝图转化为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就是把它实际的扩展下去，而不是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要把它做成实际上面的合作。那今天呢，今明两天呢，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也在巴黎举行哦。这一回，马克宏邀请了300多位的这个包含了国家元首啊。然后什么经贸代表啊，政府的首脑啊，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些负责人哦，现在确认出席的包含了肖兹，还有卢拉，还有这个冯德莱恩，甚至美国财长耶伦都会出席哦。那李强当然也是在这其中啊，所以他除此之外呢，他其实昨天晚间就有出席了这个中法工商的晚餐会，那就是希望说，中国跟法国的一些商业代表啊，就是未来可以在这个经贸合作上面的发展能够更加的深化。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莫迪去到了这个美国，获得说高级别的招待啊。可是呢，大家就讨论说，现在印度也有一些人权的问题啊。美国不是最主张人权的吗？不是每次讲到了俄罗斯、讲到了中国大陆就要高举人权吗？那对于印度的时候，是不是同一个标准呢？结果他们就说，没有，就是没有特别去讨论人权问题啊。因为呢，现在要制衡中国大陆是他们最首要的，所以他们就不去讨论这个人权问题啦。所以外界就视莫迪这次的访问美国是美印关系的一个转型时刻，要扩大巩固印美之间的关系。那除了举行这个高级别的对话之外，莫迪还会去到这个国会发表演讲哦。那他们主要讨论的就是军事合作跟科技投资这2个领域啊，还强调说，拜登不会向莫迪说教这个印度的人权问题哦。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代表性的企业，比方说像是 Tesla 或者是苹果、Google， 都说要跟莫迪见面啊，说要加强这个在印度的投资。那甚至马斯克遇到了莫迪，又说，他变成大粉丝啦，然后说这个接下来会用人类最快的速度来大举投资印度哦。所以这个马斯克也是一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一个角色。再来我们看一下，路透也讲到说，印度批准美光建厂的计划，同意提供价值大概13亿美元的投资奖励。所以看起来这个是不是更多美国的科技业啊要转向印度来做这样的投资，或者是这个供应链的转移呢？所以大家也在关注当中，是不是又是冲着中国而来？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
印度事实上的话，现在这个时候地缘战略上是美国极力拉拢的目标了。那过去他们跟美国关系也有很多的冲突，主要美国主要是对印度的这个人权状态啊，常常是言辞批评啊。那这个莫迪在那个古吉拉当省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侵害人权，因为他是印度教的极端主义者，他是这种印度教主义，所以他对他们这个古吉拉省的那个回教徒就迫害得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曾经把这个莫迪列入怎么样限制入境的这个对象，而且指明表示他侵害人权。当然这样的一个人，他当了印度总理以后他的作为并没有改变，因为印度到现在尤其跟这个印度教跟这个回教之间的问题还是很大。那就在现在呢，印度的东北部的曼尼普尔省它现在还有大量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族群的在冲突，族群冲突。那这曼尼普尔省现在有5万人还没有办法这个家园被焚毁，还没有办法回去，所以印度的人权状况是很严重。而且他们这个印度中央政府在执法的时候也不公平，你是一个印度教的政府控制的政府对其他的少数族群或者是其他宗教往往在处理的时候不能秉公处理，这是印度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就印度事实上他们对于这个贱民阶级事实上这个常常在社会上受到各种的歧视。包括甚至政府很多措施的歧视这个都是根本性的问题。那可以说处处都有人权问题。那印度还有很多这种更我不太好说的这种犯罪而且他们这种跟他文化有关系的这种罪犯。那美国过去也都是这样，可是最近都不提了。最近都不提了。最主要就是美国要开始跟中国大陆抑制中国大陆的快速成长就把印度当作地缘政治的最主要的这个在印度洋的最主要的一个盟友。所以莫迪这次是第2次，而且他2次都要到美国的国会去做联席会议，他都要做演讲。所以他还没有去的时候呢，这个印度的外长苏杰生就非常在外面说，你看我们这个莫迪多受欢迎，他是唯一到美国国会直接受过2次邀请到美国国会做演讲的外国元首谁都比不上他，什么连这个丘吉尔什么都相形逊色之类的所以呢，事实上美国就是要刻意拉拢。那么不过就是说，除了这些虚的上面让莫迪感觉备受荣宠之外呢，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还准备提供一些高科技的一些军工的武器技术，要提供给印度。最主要就是印度发展了很多年的这些战斗机也好这种自己的军事用途那引擎生产不行，所以机翼已经同意要到印度去设产，来帮助印度发展这个军用飞机的引擎。所以美国是刻意拉拢了。不过问题就是说，印度这个国家是不是扶得起来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常常你到了印度以后印度有几个问题，就是说它根本不在乎你外商的权益，它会等你赚钱的时候，它要开始修理你。第二个呢，就印度本身的这个政治制度是非常腐败的，那里面有这种繁文缛节、贪污腐败的东西很多，所以很多外商到最后都逃走了。好，来请教郑源哥。美国想要包围战略来打压中国的崛起，它可以拉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可是东南亚它做不到，就跳过东南亚，就直接的到印度。对于拜登来讲，他自豪说这一套印太战略的架构能够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是吗？另外的，中国现在要突破美国在欧洲的一些盟邦的限制呢，很成功的。那么拉拢了马克宏，那马克宏现在打中国牌，中国就打法国牌，相得益彰，效果已经很明显的出来了。这一次的李强访问欧洲的行程，其实是完全配合马克宏的，因为马克宏最近在举办的第1次的所谓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那冲着美国来的。这个峰会不用讲，
别的。第一个说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冲着美国来的；第二个说要课征全球碳税，冲着美国来的；第三个说要削减这个贫穷国家的债务，那也是冲着美国来的哦。所以美国的金融机构可能踹了蛋啊。那现在马克龙啊，鼓噪这个东西，就想要成为另外一个国际组织的一个团体跟领袖。那找谁来站台呢？拜登当然不可能来啦。那如果找到越大咖来站台，那当然就是对马克龙是有帮助的。所以中国就安排了国务院总理李强亲自来出席。那这个隔壁的这个德国总理盖茨当然捧场嘛，哦，那远道的巴西总统也来捧场，为什么？他会看到一个反美的大机会，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在这个峰会之前啊，李强特别就是把那个中德的这个每一年的磋商的行程啊，就排在这个前面，所以对这李强是很成功的。那么会见了很多的德国跟这个法国的这些工商界或者是各界的政治人物。那现在德国的内阁是乱七八糟的，可能一时间呢，等到改选以后才会知道最后的结果。但是对法国来讲的话，他已经很充分的把法国人做了相当程度的转向。那法国对他的欢迎热烈的程度也出乎了预期。法国现在已经是逐渐要离开美国的暴风圈了。那如果说他今年能够参加金砖峰会，那这个对美国来讲会形成更大的刺激。相对的，美国想要拉拢印度啊，哇，给战斗机的涡轮引擎啦，给这个航空母舰的一些技术啦、导弹技术啦，那好不容易好像让莫迪就可以跑到美国去讲话，错了。莫迪是一个标准的投机专家，他希望从俄罗斯拿到好处，中国拿到好处，美国拿到好处，他不会傻到靠到你美国那边去，像日本一样当你美国的小弟，不可能的。好，赖老师，中印边界有在放缓的一个迹象。很明显的，印度莫迪不希望说中印边界的紧张关系再往上走。那所以他在放缓，军长的会谈又开始，这个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人的期望。美国人希望印度对中国大陆要更加的强硬，然后让边界的矛盾那么更加的起来啊。所以美国卯足全力要拉拢印度，那因此邀请这个莫迪到美国去访问，规格拉得很高。我觉得他一定会挑拨印度对中国大陆再更强悍一点，更强硬一点。那这个也有利于在这个集团体的时候啊，那印度跟中国的关系不要改善，因为美国也担心莫迪这个东道主，那他也借这个集团体，因为我们从去年在巴厘岛的集团体的会议中看到了莫迪那个时候习近平正在跟东道主印尼的佐科威在讲话，然后莫迪过去把人家抢走，然后去拦着路跟这个习近平在讲话。那这个对美国人来讲，他会很担心。他会很担心说如果莫迪他想要借由集团体的时候增加印度的影响力，然后他左右逢源，也改善这个跟郑元忠讲的一样，也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这样的情形下，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不希望莫迪又走回这个等距的一个外交，所以他一定要把他拉过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就涉及到人权的问题，因为印度的人权已经从41位又往下跌到161位，全世界193个国家，一直往下走，越来越糟、越来越坏的情形下的时候，那当然很多人就问说，那你美国不是一直讲究人权吗？这单一的标准，那怎么对印度就不适用了呢？其实对美国人来说的话，什么人权那是假的，我是把它拿来工具，该用的时候就拿来用。不该用的时候就丢在垃圾桶，这就是美国标准嘛。美国的唯一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美国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凡利我用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规则拉高；不利我用的时候丢在垃圾桶。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家说，那你应该要跟莫迪谈一谈吧。他说，我们不要当一个说教者。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端午平安。
还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是端午节哦，祝大家端午平安，端午节愉快。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蔡英文啊，昨天也是特别就说，哎呀，要在连假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感谢国人的团结努力哦。IMB 世界竞争力的评比，台湾在第6名哦，所以他就觉得很开心，要赶快做一个梗图，然后告诉大家说，你看看我们台湾这个前面只有丹麦啊、爱尔兰、什么瑞士、新加坡、荷兰哦。然后我们台湾就也排在名列前茅，可是网友又觉得说，请问大小姐活在哪个次元啊？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你怎么都还一直在看数字哦？人民的这个生活好像跟这数字已经在脱节了。不过更让大家觉得很妙的是说，昨天他也去到3军6校的毕业典礼啊，也有一些这种漏网镜头，也不算漏网镜头，就算是一个花絮，让大家觉得就会心一笑啊。比方说他们这个毕业大合照的时候，结果竟然有人打飞了这个上将的帽子。我们来看看，对，画面上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有没有白色的帽子就这样子被打飞了，打飞了起来哦。所以这个毕业女学生在后面吓得这个表情都不知道该怎么收拾了。然后这一位被打飞的其实就是国防大学的校长，这个刘志斌将军的帽子被打掉了。然后但是后面这一个女兵哦，真的那个表情直接僵在那，她可能是很激动很热情，哎呀，然后结果就手伸太远了，把校长的帽子给打飞了哟。那另外一个就是镜头也让大家觉得说，哎呀，有一点乌龙哦，就是蔡英文替这个毕业生挂军阶，我们也来看一下。好，我们看到蔡英文正在帮这个毕业生挂军阶，结果该挂直的军阶啊，结果挂成了横的军阶哦。然后人家讲说这太乌龙啊，甚至还有这个军官讲说，这个有点触眉头啊，怎么会挂成了横的呢？那我们来仔细从图片上来看一下，它其实这个军阶应该是要挂成这个方向，但是它挂成了这样子，就是对于人来说的肩膀是这样子横的过去的这样子的方向是错的，应该是这个90度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可是我们就去找了一下啊，在2020年的时候，他当时自己的脸书上面 PO 的，是挂对的呀，他几年前是挂对的呀，怎么事隔几年就忘了呢？所以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我们的3军统帅啊，简直就是怎么会闹那么大的一个乌龙？那国防大学还赶快出来缓颊，就讲说，这个可能是一个磁吸底盘导致辨识不易，还把这个问题揽在自己身上，以后会调整配挂的方式哦。那其实这到底谁的错呢？是设计不良的错，还是3军统帅的错？这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答案啦。那再来我们看看是不是选举到了什么都要统战呢？像最新的统战是路透社告诉我们台湾说，你们被统战了，透过什么方式呢？微信打赏哦，还有免费这个旅游的这个运作。他说看到了3份内部国安报告的报道，说中国大陆借由这样非法资助亲中的候选人来干预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利用微信的账号汇款金元，然后还有免费的旅游奖励哦，来支持特定的候选人，来影响摇摆选民的投票决定。所以台湾政府应该要保持警戒。那不具名的国安官员就讲说，这个中国大陆希望透过这样的基层来影响台湾的民众，他们希望能够影响不具特定政党倾向的这些选民啊，那会把这些好处给人家。所以陆委会就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利用各样的方式来干预选举，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结果啦。可是内部机密会给这个美国记者看吗？这个也让大家引发一阵讨论哦。再来，我今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说微信账号这么好取得吗？其实我之前都还有讲说，这个我们现在要用微信，台湾人要用微信还没有那么容易哦。我说要怎么样汇款，要变成塔绿班比较容易可以有汇款吗？因为像我自己如果想要使用的话，我还得要跑去大陆开账户，而且现在开账户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有可能吗？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开账户都那么难了，我们怎么去变成还有账户可以汇款？所以这个我是迟疑啦。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宫庙拜拜也被扯上统战哦。你看先嗇宫跟中国大陆举办两岸共祭伏羲典礼哦，那陆委会就讲说
这个主管机关要查处因为它是甘肃省政府的台湾事务办公室三重的先嗇宫共同主办这个海峡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先嗇宫说，就是个宗教活动嘛，各办各的，也没有跟统战有关啊。但是陆委会说，这个涉及违反了两岸的条例所以一定要进行相关的查处是不是有任何的统战色彩在里头？所以现在什么事情都无限上纲，都是统战那所以你看到现在连农民都被统战嘛？那农民就讲说，你不要冤枉我们农民吧。那个陆委会只会一直在讲统战他说我们其实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像饶庆林讲这可是600多天来努力来改善了这种科学上面去改善他们，就不要有这种虫害啊什么相关的问题。人家是做实际上的改良怎么会是你这个陆委会讲的好像是一种统战什么分别性的要分化台湾？所以人家觉得莫名其妙。你看到这个台大的这个教授就讲他说农委会要把这个农产品从大陆转到其他市场，简直是外行人说外行话。我们的这个农产品要转走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光是这种冷藏运送的这些光是距离问题你就已经难以克服。我们送到日本的那些凤梨不都是黑心了吗？因为这个冷藏冷冻太久都会造成这个品质的下滑，这不是一个可行的市场所以你现在看到像这个柠檬啊文旦这些水果也都希望可以跟进台东模式也就是说绕过农委会来进行。那请问绿营的县市首长你敢不敢跟进啊？绕过农委会可是可以帮助到这些农民但是这些农民也都是选票，所以现在让这些绿营的县市首长非常的这个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可是陆委会也被人家讲说你现在干脆废了算了要改叫筹中会啊，你就只会仇视中国大陆但是你没有在实际做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南海这边的演习就是解放军的这个航空母舰山东舰也通过了台海，国防部就讲说我们这个国军有监控应处那这个前一阵子呢布林肯这个结束访问中国大陆，我们的布又不见了，每次都变林肯，布林肯结束访问中国大陆，但是前脚才刚离开，山东舰就出现在这个台湾海峡。那另外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出现在渤海的原因，据说呢要合体辽宁号来进行双航母的组训。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郑源哥的看法。我实在很纳闷已经当了三军统帅，当了快要8年了，竟然不晓得军阶要怎么挂。授阶典礼应该不是参加过一次了，什么啦？是明年没机会挂，今年特别要争取个曝光，所以把它挂写了，你们才会报道，是不是？人家说难听一点人家说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吧，或者这个没看过猪走路也吃过猪肉吧。蔡英文怎么会干了7年三军统帅还这样子，实在是令人傻眼。这是够格的三军统帅吗？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空军官校的可爱的女军官不小心战力太强了，把海军上将的帽子给打掉了那我们海军要加油。不过劝这个军队不要去处罚那个很可爱的这个女军官没有必要，因为战力强才会打得到前面的帽子会不会被那个塔利班又抹成什么间谍了？塔利班怎么磨我也没什么意见了至于这个国安的局弄出来的报告，或者国安内弄出来的内部报告，路透社看得到这什么意思？表示路透社的间谍已经渗透到我们国安系统了。那还是说故意要出口转内销，自己内部写一写，哇，大陆多可怕的统战阴谋、统战计划，那自己不好意思宣传，因为是假的、造假的报告，因为论文都会造假了嘛，给你一戳就破了。大陆上银行那么好开超难开账户的。是那所以现在用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要来做舆论宣传战不过我也必须说大陆实在很差只会统战如果你大陆今天不是统战，而是真的来导弹战的话陆委会就不会这么讲了，他会另外讲另外一套所以为什么这里的统战，那里的统战，就是大陆还没发动导弹战嘛所以陆委会这个你是难道不希望大陆统战，是大陆发动导弹战吗？如果你真的这样想的话，会不会太残酷了一点那有关你宗教活动，奇怪祭拜伏羲。那个三重这家公庙本来就是拜伏羲拜神农拜所谓的三皇五帝那请问一下，那甘肃省不就是这些三皇五帝出生的地方吗？那
跟出生的地方的公庙来合作有什么不对啊？就像说我们台湾很多妈祖庙跟梅州妈祖庙一起办活动啊，有什么不对？那办活动中间当然会找一些什么地方台办协助一下，又有什么不对？你不是也要协助一下吗？啊，内政部帮忙一下，办一办这种宗教活动。现在郑成功庙你也不拜了哦，然后这三皇五帝你也不拜了，是不是妈祖你也不拜了？是不是？那还是我们要拜什么？蔡英文你自己祖庙也不拜，蔡英文是出生哪里？广东梅县蔡厝，广东梅县蔡厝，蔡英文是客家人。然后为客家人是最慎终追远、最重视的。你自己不拜你的广东梅县的蔡厝，那人家要拜自己的祖先呐，你有什么权利干扰？是不是要跟台湾人作对，还是跟台湾人唱反调？哦，至于农民的问题啊，人家地方政府自己会解决，你不解决，农委会不解决，还倒过来抹黑人家、抹红人家、污蔑人家，你们道德良心何在？好，谢老师。这一次大陆开放我们台东的我们的台湾的凤梨世家，其实是不是凤梨跟世家，那个就是凤梨世家，只开放了4家啊。那个这个农委会马上就是说这个是实则会台实则就是说表面会台，实则立中。他说从进这个世家就是为了政治，开放也是政治。那现在这个就是要把这个票，把这个所谓开放这个这个所谓的功劳交给蓝营来承担。那问题就是说，不管他怎么讲，就是说他还提出来说开放了注册还有这些登记的这些包装商跟这些果园只有少数的几家。那其他的都没有，而且都是台东的，其他的通通没有。那后来人家一查说，台湾99%的世家都是在台东生产，的。那你今天开放注册这些厂商也好，或者农户也好，都是台东的，有什么不对呢？对。另外一方面，你说为什么都让这个是要把这个功劳交给蓝营的？那你要问这个2年前世家被禁的时候，大陆有说因为是蓝营的就不禁吗？对，那为什么2年以后开禁呢？我们现在研究的原因，因为这个被禁了以后，发觉最主要就是有一种病虫害。那台东县政府非常重视，就找台东大学跟业者一起来研究，然后从产跟这个育种跟整个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履历做得非常的完整，整个进行了整个的整改以后，然后写出一个完整的报告，然后呢再派台东县的副县长去年3月亲自跑到大陆，跟他们的所谓的海关，然后呢有关这些防疫检疫的单位，还有这个农业部都当面沟通，然后拿出实证证明这个病虫害的问题已经没有问题了，解决了，所以呢大陆才会开放这个世家进去。所以真正的不是说功劳给台东县或者什么，而是事实上台东县真正是非常努力在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农委会还限制他们很多这个东西我们来处理，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处理。对啊。那另外一方面，像国民党的这个夏立言副主席，他到大陆，他去了3次，每一次都跟大陆讲说要开放世家，而且不只讲世家夏立言讲是农产品世家凤梨什么都包括在内呢，还有石斑鱼国民党没有在选择性的说你只要开放世家，因为世家98%都是从我们蓝营的这个县市出来，没有。夏立言去谈，每次都在讲这件事。请问一下，我们这个农委会陈吉仲说什么？他说没有这回事大陆又是这个污蔑，我们要去 WTO 去告大陆，结果告了没有？没有，也没有告因为你自己要先提出科学的证明，你没有这些问题然后呢，农委会就说我们要协助我们的农民转销其他国家。对不起，我们是东方果蝇的疫区，你莲雾跟这些很多我们的农产品是进不了日本的。结果昨天前天赖清德跑到台东还说，我们卖不出去水果，帮你去销到日本。所以他把大家都当傻瓜，而且在农民面前这样子讲他只会丢票，他不会得票，因为他在欺骗大众。所以我们现在的农委会也好，或是陆委会也好，都没有在做自己该做的事
一向如此嘛，因为当600多天前啊，就已经发现台湾的农产品跟渔产品有一些没有达到国际间的标准，然后在大陆的海关被限制了，而且已经多次的通知台湾说你的这些有介虫，那么你的有一些这个活鱼本身有一些不应该打上去的一些药物，那要求台湾改善，那农委会都不理会。不理会到最后，大陆限制了，限制以后就说这是大陆对台湾的打压。现在开放的就说对台湾的统战，这就是民进党的陆委会、民进党的这个农委会做的事，那都不去问一下说，哎，台东怎么做到的？台东台东县的县长，他必须要先让台东的农民他愿意改善嘛，那台东的农民也很愿意改善。所以经过相当长的努力，这些都符合国际标准了。符合国际标准之后，那本来应该要透过中央政府跟大陆协商，中央政府无能力，也没有任何协商管道，也不愿意这样做，什么都没有能力，什么也都不做的情形下的时候，那只好转求这个国民党来帮忙嘛。那这个本来就是合理正当的事情，也就是说，台湾有最大的在野党。他愿意来出面来斡旋这件事，然后都说我们已经都达标了，那对岸也都觉得说，哎，确认都达标，而且呢，两岸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部分也可以达到一定的一个协商，彼此之间都同意了，这个对农民是好嘛，对台湾的民众是好嘛，那为什么还要打压？为什么还要去给这些农民施加压力？为什么要给一个做对的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这都不应该做的事。但是。目前来讲，民进党的陆委会、民进党的农委会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说，然后只能够唯一能做到的一件事，就是不断的欺负台湾人。这点我是最看不惯。你不能够动不动就欺负台湾人。坦白讲，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你民进党的政府一直在欺负台湾人，我觉得这是不应该接受的。另外一个事情，我倒觉得国安会或是国家安全部门，我觉得目前检察官应该调查一件事。是谁在泄密？谁把国家安全的机密资料泄露给外媒？我觉得检察官要主动侦办，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你这个外媒本身也脑袋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所谓的不具名的官员泄露的这个3份的机密文件，里面谈到说，这个给台湾的这些特定的这些人士。还有一些这些人他在大陆的账户，那问题就在于，你到大陆去开账户，同样的你在台湾到美国去开账户，你要不要人本身到美国，还是你在台湾就可以远距离的就开账户？对。不可能的事嘛，你要在美国，你人要到美国，你还要在美国有户籍，你还要有电话，你还要有公司，你还要不就有学校，你要有他的居留证等等，你都要齐备了以后，你才能够在美国或者是在法国开账户嘛。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也都是要齐备这些文件，才能够在法国银行开账户。对。那大陆的银行不也是如此吗？台湾的银行不也是如此吗？你这个外媒这个路特社连这个调查的能力都没有吗？一看到这个报告就知道外行人写的外行报告，你连这个能力都没有，还把它就报道出来，这个媒体也实在是很有趣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